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趙麗穎去年穩坐核心席，今年被楊冪 C 位徹底取代，太諷刺。趙麗穎從與鳳航的巔峰到被楊冪升萬物逆襲，短短1年間娛樂圈 C 位易主。流量時代穩扎穩打終究敵不過轉型加高曝光的組合拳。紅毯站位與熱搜排名無聲宣告，沒有永遠的王者，只有不停轉動的風水輪。去年趙麗穎在機場被粉絲圍堵時，她總是習慣性地站在隊伍最中間的位置，笑容溫和卻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穩重感，仿佛整個現場的焦點都自然而然地向她匯聚。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她穩坐 C 位寶座，誰能想到短短1年過去，這個畫面就徹底變了樣。2024年對趙麗穎來說確實是高光時刻，她憑借與鳳航這樣的仙俠大劇平台，播放數據一路衝高，雲和酷雲的單日播放量頻頻破億，熱度峰值讓不少同行望塵莫及。品牌代言方面，她接下了維達這樣的國民級日用品牌，還在多個商務榜單上名列前茅。熱搜含金量也很可觀，路人評價裡演技扎實、低調、有實力這些詞幾乎成了她的專屬標籤。那一年她似乎把穩這個字刻進了事業裡，誰看了都覺得她會繼續這樣一路向上。可進入2025年，風向就悄無聲息地轉了。楊冪先是靠《升萬物》這部年代劇翻身角色，從地主小姐到農家婦女的轉變，讓觀眾直呼太接地氣了，收視和口碑雙雙爆表。她的熱搜體量明顯回升，很多討論都圍繞着轉型成功、演技回春展開。商務資源也跟着水漲船高，新年禮盒價值直接飆到5000多，比前一年高出一大截，裡面塞滿了高梵、卡詩、雅詩蘭黛這些牌子，帶貨能力依舊是頂流級別。最扎眼的還是活動現場的站位變化。句號，以前趙麗穎在機場或品牌活動中總能自然佔據中間最顯眼的位置，可最近幾次合影，楊冪已經穩穩站在 C 位，氣場全開，連鏡頭都更偏向她那邊。句號，粉絲拍的現場圖流傳開來，大家一看就感慨，這畫面反差也太大了。句號，資源此消彼長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某些時尚或美妝品牌，過去趙麗穎是常客，現在楊冪頻頻官宣全球代言，甚至拿下 Prada 這樣的高奢。頭部劇集項目上，楊冪的《升萬物》成了年度話題劇，而趙麗穎的新作曝光度相對低調一些，熱搜含金量對比也微妙。楊冪的討論往往帶着逆襲翻身這些情緒高點，路人好感度似乎在慢慢回暖，而趙麗穎這邊雖然黑料耐受度一直很高，但整體聲量不像去年那麼壓倒性。說起來，趙麗穎這些年走得一直很穩，她選劇本重質量，演技有口皆碑，從農村中專生一步步走到飛天視後，靠的是真刀真槍拼出來的實力。很多人理解她為什麼更願意把時間留給家人和角色本身，而不是到處刷存在感。這種低調讓人覺得踏實，也讓人心疼。她偶爾會被說不合群，然而娛樂圈的真相有時候就是這麼無情。流量時代穩固然好，但一旦節奏慢下來，別人加速衝刺時，你的位置就可能被取代。曾經趙麗穎最擅長的悶聲發大財打法，如今好像被楊冪用更高級的版本，轉型加高曝光加商業全開給完爆了。誰能想到風水輪流轉來得這麼快？如今再看機場的 C 位、紅毯的站位、熱搜的排名，一切都像在提醒大家，娛樂圈沒有永遠的王座。趙麗穎去年穩如磐石，今年卻被楊冪完成了一次漂亮的 C 位逆襲，這其中的諷刺意味，恐怕只有圈內人才最懂。你說，這到底是時代變了，還是人真的會變？下一個 C 位又會是誰呢？2. 趙麗穎都救不了的劇背後，
大廠算法的刀正在精準解剖你的勤奮。趙麗穎的微博停在2026年1月10號那天，就是小成大事開播的日子。然後戲裡那個剪短髮、增重、學說溫州話的拼命三娘和戲外一場無聲的絞殺同時上演。有人說這是頂流轉型的滑鐵盧，罵編劇、罵懸浮、罵演技。要我說，都罵錯了地方。這不是一場簡單的撲街，這是一次標準到冷酷的算法獻祭。騰訊視頻內部有人用趙麗穎這部劇給所有還迷信努力就有回報的行業老炮上了一堂血淋淋的公開課。核心就一句話：你的年終獎現在掛在一條你看不見的代碼公式上。這公式不在導演手裡，不在編劇筆下，它藏在騰訊視頻後台那個叫熱劇動態池的算法裡。我托人問了圈內做數據的，他說這規則今年1月剛升級，狠的一批。一部劇上首頁黃金位，不是看你投資多大、演員多牛，而是看完播率和彈幕互動增長率。連續72小時不達標，對不起，自動下架。小成大事就是那頭撞上槍口的象。開播數據還行，但播到第3天，問題來了，觀眾點進去看2集跑了。彈幕刷的是出戲假，不是劇情討論。完播率曲線哐當一下就栽下去了，結果我們都看到了。1月28號凌晨，首頁推薦位沒了，專欄消失，熱度像斷了線的風箏，直接僵住。粉絲還在微博哭天搶的刷話題問為什麼撤我們專欄，覺得被平台針對了。傻孩子，哪是人為針對，這是機器判的死刑。算法比人冷靜，也比人殘忍。他不認你是趙麗穎還是王麗穎，他只認數據血管裡流動的是熱血還是冰水。更諷刺的對比來了，你看黃曉明那邊無間播的鑼鼓喧天，他真金白銀砸錢做宣傳，包場拉群，把朋友圈變成宣傳欄。數據好不好看？好看。話題閱讀量衝10億。市場用腳投票，聲音響徹雲霄。一邊是趙麗穎式的閉關修煉派，賭作品自己能說話；另一邊是黃曉明式的喇叭鑼鼓派，賭聲量能決定價值。2026年的開年，算法把票投給了後者，這太他媽真實了，真實到讓人後背發涼。他宣告了一個舊時代的終結，那個靠演員憋大招，靠製作精良就能通吃的年代過去了，現在是大數據實時監控、動態調整的賽博鬥獸場。你的努力如果無法在72小時內轉化成用戶的停留和尖叫，那就是無效努力，是隨時可以被算法優化的成本。趙麗穎學方言打算盤的每一滴汗，在算法的評估體系裡，可能還不如無間一個被做成表情包的反派歪嘴笑。所以別光罵劇了，該醒醒了。這不僅僅是娛樂圈的遊戲，這是所有行業的預演。你的 PPT 做得再美，不如一次能引爆工作群的簡短匯報；你的代碼敲得再優雅，不如一次解決線上崩潰的快準狠。你的埋頭苦幹，在算法的評價體系裡正迅速貶值，因為算法要的從來不是過程多艱辛，而是結果多炸裂，傳播多迅猛。沉默不是金，是風險；勤奮不再是美德，而是需要被數據驗證的成本項。趙麗穎和她那部沉默的小成大事，就是立在2026年路口最顯眼的那塊警示牌，上面寫着：前方算法考核，請準備好你的尖叫值。